洛洛说电影带你走进电影的世界。炎炎夏日，三轮车夫们讨论着有钱人的话题。有人说酒店的毛巾一定喷了香水，因为从那里载的乘客都有香味。有人反驳，那是钱的气味，有钱就会有气味。我们得工作整整1个月才负担得起1晚廉价酒店的房租。也有人说，管它3星级、4星级，都比不上我的豪华1000星级，因为我的房子没有屋顶，躺在床上就可以眺望千颗繁星。一旁的车夫海没有参与这个话题，他沉静地看着一本又残又旧的书。一阵嘈杂的追逐声打破了海的专注。时髦靓丽的女人正在被男人追赶，她跳上了海的车，一股幽香穿过鼻腔，直击海的心头。他透过镜子偷偷观察着女人，那嫣红的嘴唇让人不禁心驰神往。海无可救药地沦陷了。他将女人送到了酒店。女人是个交际花，服侍着酒店里不同的男人，经常要很晚才下班回家。半夜里安全的3轮车并不多，海就守在女人常工作的酒店门口等她下班，从日暮等到月升。当太阳升起，忙碌的身影遍布越南的各个角落，少女的脸庞与满堂莲花交相辉映，采莲女的歌声和着暗香浮动。初来乍到的心被湖中心的庙宇吸引了注意。一旁的大姐告诉她，那是杜老师的住所，但这么多年来从未有人见过杜老师出门。老妇人都说他的灵魂早已离开了，不过他的莲花是有口皆碑的。每天清晨采完莲，采莲女们会担着莲花到大街小巷叫卖。夜里，大雨浇灭了白天的燥热，小男孩穿着破烂不堪的雨衣，背着箱子在酒店门口兜售手表、口香糖。他跟着顾客走进酒店，这里与他平日生活的地方完全是2个世界。神奇的电梯、雍容华贵的吊灯和洁白的墙面无一不让他心神向往。后来他经常溜进有钱人出入的场所卖东西。这天，一个美国人叫住了他。美国人被他箱子里的海军手表勾起回忆。他年轻时在越南驻军，结识了心爱的女孩，但驻军结束，他又抛弃爱人回到美国。现在他什么都有了，却成为孤家寡人。前段时间，爱人去世前给他寄了张照片，那是他的女儿。美国人回到越南，想找回女儿。他整日坐在酒店门口，遥望他和爱人相识的地方，却怎么都不见女儿的身影。美国人给男孩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还请男孩喝饮料。突然一阵断电，眼前漆黑一片。当再次来电，男孩发现美国人不见了，自己的箱子也不见了。这是他吃饭的家伙，绝对丢不得。他到处寻找美国人，却始终不见踪影。这一夜注定是个不眠之夜。但不管怎样煎熬，太阳都照常升起。车夫海照常在女人工作的酒店等待，送她回家。女人住在贫民区的出租屋，这里经常停电，治安也差得不行，还让女人回家的路变得安全。日子久了，他们也会聊起天来。燥热得让人汗流浃背的天气里，女人说，如果她想，她现在就能待在空调房里，只要陪客人过夜，但她不想过夜。有时候她会梦想能够躺在一张大床上，整晚开着空调，一直开到想起床的时候。微风徐徐的日子里，她又回忆起青春。当年穿着白衣裳上学，学校附近绿树成林，在春暖时会开出璀璨的红花，很多女生都摘下来插在云鬓上，幸运的时候会有男生送花给她们。花枯萎后，女孩们又将它做成书签。然而少女单纯美好的心思终成过去，她也坠入了风尘。还问女人，和你共度一晚要多少钱？女人先是笑意盈盈地回答，50元，但我是不过夜的。而后又觉得分外羞辱地反驳，你别以为我会永远过这种生活，我是有计划的。还回他，赚钱还有很多其他方法。女人尖锐地回怼，像我母亲那样吗？为了生计累断了腰，去世了。我不会重蹈她的覆辙。你有进去过那些酒店吗？里面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帮人和我们有着天壤之别，人生观不同，谈吐也不同。太阳升起是为他们服务的，而不是我们。我们活在他们的阴影之下，而那些阴影伴随着每一座酒店拔地而起，变得越来越大。总有一天，我会留在那个世界，即使我要嫁给其中一个，也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女人怒意冲冲地离开，采莲女心则平静淡然地忙碌着。上了年纪的采莲女们唱着悲叹哀婉的曲调。女人命运犹如雨点，有些落入黑沟渠，有些落入金鱼塘。
心不喜欢这样，待他人一曲唱罢，他唱起母亲教他的歌谣，却因此被其他采莲女横眉冷对。年迈的采莲女在湖上待久了，便以为自己是湖的主人，不允许新人唱新歌，心被孤立了。结束一天劳累工作，心沉沉睡去，半夜时分却被管家从床上叫起。夜里的池塘蛙声一片，升腾的浓雾为一切增添了分神话色彩。忐忑不安的心被带入湖中心的庙宇，管家关上门出去，一个年迈的老人坐着轮椅出来，他就是杜老师。因为年轻时患麻风病，面部毁容，手指全失，就再也没有出过庙宇。他让心将白天唱的歌再唱一遍，然而心唱到一半，他就咳嗽着奔向里屋。他仓皇的背影印刻在心的脑海，导致他第二天采莲时都心不在焉。最终他不顾管家嘱托的规矩，私自来到庙宇中。他看着杜老师桌案上的诗词，不自觉地沉浸其中。他紧皱着眉头，体会着诗人的痛楚，连杜老师出来都没有发现。杜老师坐在幽暗的角落与心攀谈，心告诉他，我了解你的痛楚，我也过着艰辛的生活，也曾孤单过，但对杜老师来说，艰辛和痛楚的程度是不同的。他既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还要面对比病痛伤害来得更深的嘲笑、害怕、嫌弃的目光。先问杜老师，你就是因此才躲在角落不出去的吗？杜老师却说，我并没有躲着。每天早上，我的耳朵可以超越窗子细听鸟鸣，我的鼻子可以穿越墙壁，在我的莲花里欣赏幽香。每当旭日初升，夕阳西下，我的眼睛会在天骄翱翔。杜老师的身体被桎梏，心扉却没有任何束缚。他说的慷慨激昂，正如心刚才在桌案上看过的诗，那是杜老师手指全失之前写的最后一首诗。才华横溢却无法表达的现状让杜老师绝望，心真诚地承诺，我可以把我的手指供你使用。杜老师的眼神明亮起来，闪烁着点点水光，但他还是提醒道，你不想苦命人的思想烦扰你吧？心坚定地回答，如果觉得是烦扰，我就不会来这里了。从那之后，每天休息时杜老师口述，心执笔，他们畅游在诗歌的海洋，年岁、金钱、疾病无损他们的知己情谊。另一边的小男孩还在雨中找箱子，漆黑的夜，男孩四处流浪，无意中走进电影院，看着幕布上牛仔帅气的模样，男孩也学起牛仔上蹿下跳起来，结果一个重心不稳，戳破幕布冲了出去。他吓得愣在原地，看到工作人员要抓他，才飞快地逃跑。路过一家店时，捡易拉罐的小女孩被店家轰了出来，店家嫌女孩脏兮兮，影响他们生意。男孩看到后帮女孩捡起易拉罐，女孩因此跟上了他。男孩路过一个电器店时，被猫和老鼠吸引，便坐在地上看起来，女孩也坐在他身边。男孩折了一只小纸船，趴在地上放进倾盆大雨的水沟中，观察着它的漂流轨迹。一抬头，小女孩又在不远处看着他。这时一辆出租车路过，美国人下来了，男孩终于找到了他。可美国人说，那天晚上我从厕所出来你就不见了，我并没有见到你的箱子。男孩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他从窗户偷偷观察着美国人，屋子里的珍馐美馔推杯换盏，和外面简直就是两个世界。他们连吃个饭都有人喂，有人擦嘴。美国人享受着理所应当的服务，直到看到一个女孩在服务别人时突然失了眼眶，那是他未曾见过的女儿。如今女儿为了生计沦落风尘。第二天，美国人约女儿见面，就在他和爱人出狱的餐馆。去之前，他在采莲女那里买了一束莲花，他将莲花送给女儿，和女儿讲述了自己的歉意与过往。他的生活再次燃起希望。车夫海还在追寻着希望，被女人拒绝后，还参加了三轮车比赛。他向来不喜欢争抢，几乎不参加这样的活动，这回却卯足了全力。原因无他，赢了比赛会有奖金。海第一个冲过了终点，他终于有钱可以带女人来到酒店，哪怕只有1晚。女人一副公事公办，只想赚钱的模样，海却请求她不施粉黛，换上他准备的衣裳。那是一件传统又舒服的睡衣，海让女人躺在床边睡觉，而他只是看着她。这一夜，他真的能够躺在一张大床上，整晚开着空调，一直开到想起来的时候，他梦想成真了。可这让女人陷入痛苦的挣扎，
当海再次来找他时，他质问：你究竟想我怎么样？难道你忘了我陪过多少男人？睁开眼睛吧，我是个风尘女，而你只是个三轮车夫。女人关上了门，还正要离开，里面传来一声巨响，他立马推门而入。女人倒在地上，他中暑了，还帮她涂清凉油刮痧，但女人好了很多，还为她披好衣服准备离开。门外火车轰鸣而过，掩盖了屋子里的声音，却放大了彼此的心意。女人主动握住了海的手。一段时间后，杜老师和采莲女讲起一个梦，梦到我离开这座庙宇回到家乡，梦见我的手指长了出来，脸上的瘤消了下去。我手提12篮最美最洁白的莲花来到家乡的水市场，当路过女人身边，我就会把所有的莲花都抛进河里，看着它们漂浮着，像一条洁白的河流。那时我才是真正的回家，自由且纯洁。但我又会在午夜惊醒，意识到那只是一个梦，一个永远不会实现的梦。先安慰杜老师，一切还不晚，还来得及。杜老师却说，太迟了，迟到你想象不到。这晚之后，杜老师就灵感枯竭，不再写诗，也不允许心再来。某天，心像是预感到什么，奔去湖中心的庙宇。杜老师如今连轮椅都坐不了了，他躺在床上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先让杜老师再努力一下，不要放弃。杜老师却说，我躲避死神已经很久了，现在得欢迎他了。杜老师请求心再唱一遍那首歌，那是他在家乡的水市场听过的歌谣，承载着他的少年时光，那些美好纯良敦厚的岁月。婉转悠扬的歌声响起，带杜老师回到了少年，去往了天堂。杜老师去世后，管家遵循遗愿，将杜老师的所有诗词交给了心，里面还有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如果没有麻风病，他也是个帅男儿；如果不是麻风病，他也不会背井离乡，让家成为那个想回却回不去的地方。管家问心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心回答只有一件事。心让管家带他回到了杜老师家乡的水市场，听着女人们哼唱起杜老师心心念念的歌谣。心将莲花抛进河里，莲花随着河流漂浮，自由且纯洁。杜老师那回家的梦终于实现了。小男孩还在寻找着他的梦，他的箱子。雨总是不停下着，男孩躲在一个屋檐下，肚子饿得咕咕叫。女孩将自己面包掰下一半递给他，两人坐在一起吃着面包，困了就靠在墙上睡觉。本来各自一边，睡着睡着又靠在一起。突然一个足球踢了过来，男孩捡起球玩了起来。一群流浪儿童也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他们来了一场雨夜足球赛，在大雨中狂奔嬉戏，笑声仿佛盖过了那磅礴雨声。一个射门，球被踢到角落，男孩过去捡球，在醉汉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箱子。他将箱子背在身上，准备离开。后面传来一阵响动，女孩跟了过来。他等女孩走到身边，一起奔赴远方，走向那个即使泥泞不堪，却依然有光的未来。在充满希望的季节，车夫海带女人去了一个地方，红色的花瓣落满街道，那是女人回忆中学生时代的模样。她穿着一身洁白的衣服，漫步在花瓣之下。海捡起一瓣花，夹在自己旧书里送给女人，温柔告诉她，你再也不必浓妆艳抹了。贫穷的日子，若有人相依相伴，时光也会开出绚烂的花。恋恋三季是托尼培的电影处女作。恋恋三季这个名字落落初听起来感觉很奇怪，越南一年只有旱季和雨季，又何来的三季之说呢？但当我们看完电影，慢慢回想起那些小人物的生活，才明白还有一个季节名叫希望。在那个季节，三轮车夫说，管他3星级4星级都比不上我的豪华1000星级。在那个季节，生活贫苦的海用最笨拙但也是最炙热最真诚的心寻回了女人的纯真与美好。在那个季节，一个病入膏肓的诗人与采莲女成为忘年交，重拾作诗的热情，重回家乡的怀抱。在那个季节，一群一无所有的小孩在倾盆大雨中快乐地踢球。那个季节，苦难的人们互相理解，互帮互助。因为有那个季节，无论是旱季的炙烤，还是雨季的潮湿美变，都变得没那么煎熬。正应了那句话，对一切人们的疾苦，
希望是唯一廉价而普遍的治疗方法，它是俘虏的自由，病人的健康，恋人的胜利，乞丐的财富。每天都有新日光，每人都有新希望。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想看更多的电影解读，记得关注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